坐了这么久的公车，其实每一条公车路线，不论历史的长短，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这一次，我们从新庄出发，搭上一条超过半世纪的路线652前往内湖。有时候，旅行不需要跑得很远，只要搭上一班公车，就能发现城市里那些曾经被我们忽略的风景。看似只是一条日常的通勤路线，但652的沿线途中，居然还藏有全新景点，而且错过这班车，下一班很快就来了。究竟是什么魔力让652的班次如此密集？就让我们搭乘652一探究竟。对了，在影片开始前，可别忘记要记得按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好的，现在我人在新庄的中央昌平街口的公车站牌这里。这一集要带大家搭乘的路线是652，从新庄出发，我们要一路坐到内湖。那么新庄跟内湖这一带有什么样子的景点是值得一去的呢？现在就跟着 Albert 一起出发去坐车喽。好，出发喽！652的起点站就是位在新庄中央路上的中央昌平街口站牌。652沿途行经新庄高中、新北大道、三重的中华路、台北车站、南京东路、民生社区、民权大桥、成功路，到了捷运文德站之后，顺港前路、瑞光路接民权东路后折返回新庄。我们最后将在捷运文德站碧湖公园作为搭乘终点，全程2段票，由大都会客运营运。新庄中港地区为上新庄的范围，清代末期至日本时代前期，中港厝地区为一街庄，称为中港厝庄，隶属于新竹堡。1920年改制为中港厝，隶属于台北州新庄郡新庄街。战后新庄街改制为新庄镇，隶属于台北县，并改制为中港里。新庄镇先后改制为新庄市、新庄区。由于人口增加，如今中港厝地区已细分为多个里。中港最具特色的莫过于中港大排，位于新北市新庄区的一条人工河，由新庄、泰山、五股等地雨水汇聚而成，与桂子坑溪交汇。新北产业园区西侧排水，经由大坑坑溪流入二重疏洪道，最后由淡水河出海。1985年尼尔森台风之后证明，中港地区淹水情形更加严重，因此于1989年新建中港大排。工程完成后，成为新北市新庄中正路以北主要的排水干道。但是流入中港大排的污水，导致中港大排黑不见底、臭气冲天，更有环境卫生问题。当时还有着新庄黑龙江的外号。因此在2008年起，将中港大排进行整治，于2011年正式完工，成为中港地区相当受欢迎的休闲游憩场所。新北大道原名中山路，是新北市境内的主要道路之一，共分为平面道路与高架道路2个部分。平面道路共分为7段，连接新庄、泰山、回龙。高架路段为中山桥，又称中山高架道路、台一线高架道路，是一座位于新北市西部的市区高架道路。路线起自三重区忠孝桥至泰山区新北大道民生路口，全长约7.1公里。
最早通车的高架路段位于忠孝桥至中山桥之间，于1982年4月完工。中山桥至新吴路口于2003年10月28日通车。新吴路至泰山区民生路于2007年1月8日通车。从台北车站直通泰山区大约15分钟的车程，相当方便。过个中山桥，我们先在新北大道中华路口下车，前进第一个景点，顺着新北大道一段往回走，穿过三重棒球场及堤防。这里是新北市幸福水漾公园及疏洪道的范围，以大面积开阔的地景为规划主轴，以缓坡花海主题公园为主景，也有儿童游乐设施、滑草场等设备。而元宵节前夕所举办的新北灯会，也选在这里举办，现已是相当热门的拍照打卡景点。往另一个方向走，疏洪荷花公园就在不远处，位于二重疏洪道内。在疏洪一路上，旁边就是机场捷运的高架轨道，大片荷花与捷运列车融为一体的美景，让人心旷神怡。虽然荷花池的面积不算大，但粉红花朵与绿叶齐放，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沉浸在这份自然的美好中。慢慢走完一圈，大约5分钟，所以算是小而美的公园。不论白天还是下午，都展现出荷花不同的风情，吸引路过的人们驻足欣赏。但是这里的荷花大约要到7月甚至8月才会绽放，时间较晚。若是要前往这里赏荷，务必注意花期时间哦。回到新北大道中华路口，我们再次搭乘652继续接下来的旅程，续行中山高架道路，跨过忠孝桥，启用于1982年5月1日，为台北盆地内重要的联络道路之一，为台一线部分路段，以新北市三重区崇安街为起点，跨过淡水河河道后，连接台北市中正区、万华区的忠孝西路与西宁南北路口，是距离台北车站最近的淡水河桥梁。东向衔接环河南北快速道路、市民高架道路及台北站前商圈。2016年春节期间，将北门高架桥全面拆除，忠孝桥与台北车站间则改以619公尺长的平面道路连接。好啦，前面讲了那么多，该进入正题喽。1960年代的台北，对外的公车路线皆以台北车站往外扩张，只要是0开头的路线，都是以左右循环线的方式行驶，到达台北的东西南北区非常方便，分为林东、林西、林南以及林北，班次相当的密集。这集要介绍的主角，相信内湖及民生社区的老朋友一定相当熟悉，那就是前身为林东右线的652。早期林东左右线对于内湖人、民生社区居民而言，是前往东区、南京东路最重要的公车路线。不过当时的乘客分不清楚左右线，驾驶也相当困扰。记得小时候搭林东时，乘客拦车常常问驾驶有没有到台北车站，驾驶都会回答你要搭右线啦，右线比较快。
至于652这个号码又是怎么来的呢？等等，再来为大家说明哦。转上南京东路，以前都是水田。1947年以南京市命名为南京东路，1957年延长至松山，于1960年5月1日整编门牌，由原先的不分段改分为1到5段。由于南京东路一带的金融机构、保险公司、商办、饭店、百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因而建立优越的商业地位，并跃升台北市商业中心区。而现在的南京东路2到5段，因金融机构密集而有台北华尔街之称。652到了南京东路后，会左转光复北路，顺民生东路开往民生社区。民生社区开发于1960到70年代，规划上仿效美国先进都市计划方法，打造出全台首个美式示范社区，居住人口超过8万人，公共设施相当完善。虽然民生社区离捷运站、火车站都有一段距离，但密集的公车路网也为民生社区的朋友们带来便利。到了新义里这站，有个意想不到的全新景点，但录影搭乘的这天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没办法中途下车，因此我另外找了一天来记录位在塔悠路附近的全新景点。顺着福远街往前走过马路，来到民权东路与塔悠路交叉口，这里是民生水资源再生厂暨环境教育馆。如此长的名字，到底是做什么的呢？以前是民生污水处理厂，2002年除役后，在保留历史脉络与场域记忆基础上，导入永续发展理念，完成转型升级，成为现在的样貌。最外面的这座为净水旋律，采花岗岩、不锈钢、玻璃等材质打造。水是万物的起源，孕育出蓬勃生机。从地底涌出的水，供养我们的生活，滋养我们的成长。以感恩的心来使用水，并恭敬将其流回大地，如同一个循环般，为这座水池所要表达的意义。建筑外设有太阳能板的 USB 充电插座，可以在此休息一会。旁边则是再生水加水站，完全免费使用，但要特别注意，再生水是不能饮用的哦。民生水资源再生厂暨环境教育馆于2026年5月8日正式启用。污水处理分为3级，数字等级越高，则表示处理得越干净。民生水资源再生厂则是3级污水处理厂，如要参观，需提前至台北市政府官网进行预约。一天有2个时段，为早上9点30分及下午2点30分，每场时段以30人为限，约1.5小时结束导览，不需门票，免费参观。到底什么是再生水呢？就是让污水透过层层的过滤，转化为可再利用资源，在民生社区就建置6600公尺环状再生水管网，提供各机关、学校及市民作为民生次级用水，逐步降低自来水使用量，落实节水目标。挑高及灯光明亮的建筑，1楼及2楼就是全国首创水资源循环教育园区。进到环境教育馆内部，映入眼帘的完全不是死板板的展品及文字介绍。为了能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更加认识再生水是什么，何谓污水下水道，
因此每个区域都是一关又一关的互动体验，就好像在玩闯关游戏一样。以动画的方式认识何谓污水下水道，以贴近人们生活所设计的用水游戏，以 Q 版卡通角色带我认识污水下水道的接管工程，以模型及相片更认识水资源再生厂的运作及设备。不起眼的人孔盖，透过历史的演进，慢慢发展出彩绘版的人孔盖，增添一分市容美观。透过风扇运转及 LED 投射，了解到施作管线的工程。在挑高的建筑及鱼群的大型艺术作品点缀之下，二狗展厅为了测验大家有没有完全吸收，更是有互动的总复习测验哦。但请大家放心，只要认真聆听导览员解说，总复习测验一定会满分过关哦。至于互动游戏的内容，这里就不再多做介绍。对水资源及永续发展有兴趣的朋友们，不妨到这体验看看哦。参观完水资源再生厂，来到对面的 G6 号疏散门，这时大家心里就会想，到河边要做什么呢？在基隆河畔有个全新地标，由新工处所打造的民权大桥景观桥，于2026年7月20日正式启用，连接关山河滨公园及对向的彩虹河滨公园，横跨基隆河，可供自行车牵引及行人通行，兼具交通维持、休闲与环境美学的民权大桥景观桥，串联内湖与松山的双岸河滨。中央独特的椭圆形观景平台，从高空俯瞰欣赏基隆河景更加璀璨明眸，因此获得天际之眼的美誉。不仅如此，还可以欣赏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飞降落的英姿，晚上更是会随着星期几的不同而有灯光颜色的不同，以彩虹颜色顺序对应的则是星期一至星期日，与台北101大楼相呼应，别有一番浪漫。我想未来可能会成为台北最新的热门打卡景点。回到路线，我们就来继续讲故事喽。转上民权大桥，在民权大桥兴建之前，民生社区上有很多空地、农田，而桥下原址则有一些砖窑。随着台北市区向东发展，内湖、南港的人口不断增加，台北市政府在1979年10月20日开始兴建民权大桥。1982年9月1日，民权大桥正式完工开放通车。民权大桥完工后，配合1985年敦化北路到三民路间打通穿过空军松山基地，民权东路由原来的4段延伸为6段，一直连接到内湖的成功路及康宁路。随着时间过去，虽然民权大桥仍符合最新防震标准，但伸缩缝区间出现沉陷现象，因此于2021年11月1日进行改建，2026年7月20日完工新桥。为了解决许多人对于左右线的困扰，2000年6月15日这一天，林东右线终于独立新的号码652，自此与林东系列分开。日后公车处面临民营化缩编组织及人事，安康站裁撤后缩短，改由内湖站发车，也曾数度调整瑞光路的动线，营运虽有起色，但客源仍有限。然而危机就是转机，大都会客运看准了新庄的市场，加上地方民意代表争取之下，在2011年2月14日将652延驶至新庄中港地区，并加密班次。也因为多了一个选择，往返台北车站更快速，因此深受新庄朋友们的喜爱，让652正式从谷底翻身，
年年营收名列前茅。652虽然对新庄朋友而言，不过只是短短15年历史光阴，但对于内湖民生社区的朋友们而言，这条超过1甲子的652，想必一定会勾起你们无数的回忆吧。我相信652会继续行驶下去，陪伴着新庄、内湖的朋友们。捷运文德站碧湖公园也快到了，我们要准备下车喽。我们终于坐来捷运文德站碧湖公园这里。那么内湖到底还有什么景点是值得一去呢？现在我们就出发喽。顺着文德路往回走，很难想象在繁华的内湖当中，居然还藏有古迹。这里是位在文德路捷运文德站旁的内湖郭氏古宅，又称郭子仪纪念堂内湖红楼。1917年，内湖郭氏郭崇宝第6代郭华熙在祖宅对面山腰上之县址购地兴建此宅，于1924年成为郭华熙的自宅。1999年6月29日评定为市定古迹。2010年初，郭元益食品前董事长郭时吉在网络搜寻郭氏时，找到这里便到现场勘察，发现已近乎废墟，荒烟蔓草。当时除了红砖墙保存较完整，屋顶楼板几乎全部损坏。内湖郭氏有在农历4月26日祭祀郭子仪的宗教活动。郭时吉想以此宅作为郭子仪纪念堂，在市政府、市议会等协调之下集资整修，于2010年6月1日启动修建，并建立观光步道。2012年1月5日修复完工。1楼正厅摆设郭子仪雕像，2楼则是郭氏宗亲会使用。旁边有条小路可一路通往碧湖公园，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前往的地方。但这条路不是那么好走，不过喜欢登山的朋友们可以走看看。据了解，2026年7月7日起将再次封闭整修1年，现是暂停开放的。期待未来整修后，这里会有不一样的样貌。安全起见，我顺原路走回，经过内湖路2段103巷，这里是碧湖公园，以湖为主体的社区公园，为内湖路2段、内湖路2段103巷、环山路3段所围起来的范围。公园面积13公顷，园内的内湖大埤面积约7公顷。内湖大埤本为灌溉农田的蓄水池塘，由于灌溉需求下降，因此将内湖大埤新建为公园，改由台北市政府管理。1989年完成湖滨绿化后，命名为碧湖公园，与距离2公里的大湖公园合称内湖双璧，邻近国立台湾戏曲学院达人女中。碧湖公园有个登山步道，既来之则走之。沿着登山步道往上走，坡度不算太陡，但因连续上升，大约有10层楼的高度，爬起来也微微喘。奇妙的是，登山步道四周被树林包围，走在上面反而不觉得辛苦，更多的是一种被自然包起来的感受。登山步道可通往茂商七村，沿途设有凉亭及观景平台，走到山顶还是会有那么一点小成就感。我慢慢走下山，沿着环湖步道慢慢走，经过碧湖公园管理中心，又称小白宫，提供阅览室供民众使用。碧湖公园沿途设有游泳池、网球场、钓鱼区等设施，只不过现有部分步道施工，虽然影响一些行走空间，但我相信完工后的碧湖公园未来一定会带来更完整的样貌。这集的652搭车之旅也画下了完美的句点。嗨，各位，最后我走完了碧湖公园的登山步道，并且环绕碧湖公园一圈啦。
那么这一集搭乘个62走访了二重树洪道荷花公园、民生水资源再生厂、景观之眼步道、郭子仪纪念堂，行程也是非常的充实，也希望这一集的行程大家会喜欢哦。好啦，这一集的影片就为您录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 Albert， 最后就用我身后碧湖公园的湖景来跟大家说再见啦，拜拜。